生命是什么？这个古老的难题不仅让哲学家和生物学家绞尽脑汁，也令不少物理学家深深好奇。我们每天呼吸、进食、新陈代谢，似乎再自然不过，但从量子物理的视角来看，生命可能隐藏着更加奇妙的秘密。曾几何时，一位伟大的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甚至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就直接提出生命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试图用物理学原理解开生命的奥秘。如今，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我们对微观世界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为思考生命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角度。薛定谔在书中提出，生命靠从环境获取负熵来维持有序，并大胆猜想遗传信息储存在一种非周期晶体中。几年后 DNA 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远见。如今，当我们以量子力学的眼光重新思索生命，也许同样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为破解生命之谜带来突破的契机。量子物理学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离奇、最令人惊叹的理论之一。微观粒子在量子世界里的行为完全颠覆常识。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彼此矛盾的形态，可以幽灵般的相互影响，观察者的介入甚至会改变现实的结果。这些听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都已经在实验中被证明。而正是这些量子奥秘，正在悄悄启示我们关于生命本质的一些新思考。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也遵循着量子世界的规则，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一个生命体内无数的原子和分子本来就处在量子力学的支配之下，它们会不会像电子那样展现波粒二象性？我们的意识和自由意志会不会与量子的纠缠和不确定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篇故事般的探索中，我们将以轻松有趣的方式，一步步走进量子的奇境，揭开关于生命本质的层层面纱，从波粒二象性到量子纠缠，从观测者效应到量子场理论，再到引人入胜的量子意识与自由意志之谜。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充满悬念与惊奇的旅程，看看在量子物理学家眼中，生命究竟为何物？一粒还是一波？光有时候像波，有时候又像粒子。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这正是波粒二象性的奥秘。20世纪初，科学家做了一个经典的双缝实验，让一束光穿过两道狭缝照射到屏幕上，结果发现屏幕上出现了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就像水波相互叠加产生的花纹，说明光在这个实验中表现出了波动性。然而，当科学家用极其微弱的光源让光子一个一个的通过狭缝时，每个光子在屏幕上还是留下了一个个小点，就像子弹打在靶上一样。光子此时又表现出粒子性。更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光子一个个的通过两道缝的干涉条纹，总体上依然会逐渐显现。这意味着每个单独的光子似乎同时穿过了两道缝，与自己发生了干涉。光究竟是一粒还是一波？事实上，它可以两者兼具。波粒二象性不仅发生在光上，电子等微观粒子也同样如此。电子可以像一阵蔓延的波那样，同时经过两条路径，但一旦我们试图观测电子具体走了哪条路，电子就会被惊动，立刻只通过其中一条缝，原本神秘的干涉图样也随之消失。换句话说，在没人偷看的时候，电子仿佛漫无边际地扩散开来，可是一旦被检测，它又表现得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小球粒。这样的现象让科学家们大为震撼，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不禁要问，难道微观世界的存在状态取决于我们是否去看它呢？波粒二象性提醒我们，事物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能具有互补的两面。那么这对生命有什么启示呢？或许生命在本质上也拥有类似的双重属性。我们通常把生命视为具体的个体，每个人、每只动物都是独立的粒子，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生命又像是一种连续的波，种群、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命演化的长河都如同波浪般此起彼伏。每个生命个体既独立存在，又融入生命延绵的长波之中。此外，生命还同时拥有物质和信息两种形态，一方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另一方面则是遗传信息和意识等无形的信息波动。也许正是这种粒与波的二象性，让生命既具实在性，又充满灵动与变化。当我们从量子的角度重新审视生命，
会发现生命的本质或许不像传统观念以为的那样单一，而是蕴含着互补的面向。正如光既是粒子也是波一样，量子叠加原理揭示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听起来难以置信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想象抛一枚硬币，在落地前它是正面还是反面？经典物理会说它一定是某一面朝上的，只是我们还没看到。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观测之前，这枚量子硬币可以同时处于正反两种状态的叠加，就像同时是正面朝上又是反面朝上。只有当你真正去看时，叠加态才会坍缩成其中一面。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种反常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1935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后来被称为薛定谔的猫。薛定谔的猫把量子叠加的荒诞推向了宏观世界。设想有一个密闭的箱子，里面关着一只活猫，箱子里还放着一个精巧的量子装置，其中有一小瓶毒药，而是否打碎毒药瓶取决于一个原子是否发生衰变。如果原子在1个小时内发生衰变，就触发机关打碎毒药瓶，猫就会中毒死亡。如果原子不衰变，毒药瓶保持完好，猫则安然无恙。在量子层面，原子的衰变具有叠加性质，在没有观测时，它既以某种概率衰变了，又以某种概率没有衰变。因此1个小时后，这只倒霉的猫既没有被毒死，又可以说是被毒死。换言之，猫的生命状态和那个原子一样，处于一种活死叠加的暧昧状态。听起来像恐怖故事，但请别担心，这只是理论上的思维游戏。因为一旦我们打开箱子观察，量子叠加就会立刻坍塌，猫要么活蹦乱跳地冲出来，要么不幸躺倒。一念之差的观测行为决定了猫的命运。这是量子叠加与测量共同导演的魔法。在观测之前，结果仿佛尚未确定，而观测本身决定了哪个可能性成为现实。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会真的遇到这种一猫同时生又死的怪事。薛定谔的猫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它凸显了量子力学与宏观直觉的巨大冲突。当微观规律应用到宏观物体时，会出现荒谬的情景。事实上，科学家后来认识到，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大量粒子的系统，比如一只猫，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纯粹的叠加态，它会很快与周围环境发生纠缠，导致退相干，变成某个确定状态。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家里的猫会变成薛定谔的猫。然而，量子叠加的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在基本层面，事物的发展并非预先注定，而是同时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轨迹。那么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联想，我们的未来就像那只尚未打开箱子的猫一样，拥有各种可能的命运叠加。在人生的每个当下，我们的选择和偶然事件共同谱写出多个潜在的结局，就如同量子叠加态蕴含多种结果。而当时间推进，结果揭晓时，我们才只看到了其中一个可能成为了现实。换句话说，在尚未发生之前，我们的人生路径也有点像量子叠加的状态，充满不确定的潜能。这种观点或许能让我们更加体会自由意志的珍贵，因为未来并非唯一的定数，而是存在于充满概率的量子可能之中。甚至有科学家提出，在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中，宇宙会为每一种可能分裂出不同的分支世界。这意味着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你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过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正如那只猫在另一个宇宙里逃过一劫一样。虽然这些想法目前仍然停留在理论和科幻的范畴，但量子叠加展示的多种可能性，为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开放性和未来的无限潜力提供了奇妙的类比。如果说波粒二象性和量子叠加已经足够奇异，那么量子纠缠更像是让遥远粒子共舞的魔法。想象一对双胞胎粒子在某次量子事件中同时诞生，他们的命运从此紧紧纠缠在一起。无论这对粒子相隔多远，对一个粒子进行测量，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会立刻相应的确定下来，仿佛隔空商量好了一般。这种超巨的神秘关联让爱因斯坦深感不安。他在1935年的论文中把量子纠缠戏称为幽灵般的远距作用，认为量子力学可能还不完整，一定有隐藏的信息尚未被发现。然而，
几十年后，科学家通过巧妙的实验验证了量子纠缠的真实存在。当你测量一颗粒子的属性，例如自旋方向，另一颗遥远粒子的自旋会瞬间与之相反或对应，就好像两者之间有一条无人看见的丝线在拉扯。量子纠缠打破了传统时空观念，按理说，信息不可能快于光速传播，可纠缠粒子似乎无视距离，瞬间协调，这听上去像在挑战因果律。其实，量子纠缠并不会传递常规信息，因为在测量前，我们无法控制粒子呈现什么结果，两颗粒子的关联只表现为随机却严格同步的模式。但这种超越经典定域性的现象仍然令人大开眼界。如今，科学家已经能够利用纠缠现象进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还实现了令人称奇的量子隐形传态，将一个粒子的量子状态瞬移到遥远的另一个粒子上。量子纠缠正从昔日让人费解的理论怪胎变成实实在在的技术革命基础。2022年，3位科学家因对量子纠缠实验的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标志着量子纠缠的研究已经走入主流，并正改变着未来科技的图景。对于生命而言，量子纠缠带来的启示也许在于万物间潜在的关联性。所有生命的基本组成都是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在宇宙大爆炸初期，这些粒子或许曾经彼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宏观纠缠难以保存，但从一种诗意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粒子都曾与宇宙中的其他万物有过难解难分的联系。因此，有人会想，生命之间、心灵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深层的纠缠，让我们彼此连接成一个整体？科学上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人类之间存在直接的量子纠缠效应，但这个想法本身令人神往。更切实的是，新兴的量子生物学领域正在发现生命过程中的量子踪迹。例如，有研究表明，一些候鸟可以利用量子纠缠效应感知地球磁场，实现惊人的导航本领。鸟类视网膜中的特殊蛋白质会产生一对纠缠的电子，自旋状态受到地磁场影响，从而让鸟儿辨别方向。又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和人类的嗅觉系统中都可能存在微小但关键的量子效应，使这些生命机能变得更加高效敏锐。还有研究推测，在酶催化化学反应和 DNA 的突变过程中，量子的隧穿效应可能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生命似乎并没有与量子世界绝缘，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量子的奇妙规则。量子纠缠的存在提示我们，生命的本质也许并非孤立的个体机械运转，而是在更深层次上与环境和宇宙紧密交织。当我们凝视星空，想到自己与遥远星辰可能共享着远古时代的纠缠，或许会对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产生新的感悟。原来生命的你我与天地万物可能早已在量子的舞台上共舞相连。量子物理中的一个发人深省的奥秘是观测者效应，即观察本身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在宏观世界，我们通常认为东西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不会因为你看它一眼就变样。然而在微观量子领域，情况截然不同。举个例子，测量一个电子的位置时，我们必须用光子去照射它，可这一照射就好比拿手去捉高速飞舞的蚊子，不仅会把电子的位置抓住，同时也会推它一把，让它的动量发生改变。这正是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一种表述。它告诉我们，一个粒子的位置越精确，可知就越无从知道它的动量，反之亦然。测量行为干扰了粒子，自然界不给你同时获得全部信息的机会。事实上，频繁观测甚至可以改变量子系统的演化轨迹。所谓量子芝诺效应就指出，持续不断地观测一个不稳定的粒子，能够延缓甚至阻止它的衰变，好像盯着它看就能暂时冻结其状态一样。更奇妙的是，观测还关系到量子状态的坍塌。之前谈到，无论是电子经过双缝还是薛定谔的猫，其状态在没有观测时都保持叠加的可能性，不确定的悬而未决。但一旦有了观测，叠加就消失，系统跳转到某个确定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客观现实取决于有没有观察者？如果没有意识去看，月亮是否还存在？物理学家对此也争论不休。有的解释认为，并不需要真的有人盯着，任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都充当了观测。
从而使量子态退相干，宏观世界才呈现出确定性。而另一些更大胆的思考则猜测，或许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量子事件才真正成为既成事实。在薛定谔的猫实验的延伸版本维格纳的朋友思想实验中，一个人在箱外观测到的猫是死是活，还可能和另一个人在箱内的观察结果不一致，这进一步挑战了我们对观测与现实关系的理解。观测者效应也让人联想起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们做事情时，如果察觉到有人在注视，往往行为会不自觉发生改变。人们常说，有人看着的时候表现会不同，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作霍桑效应。不过在量子层面，这种效应要深奥得多。观察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影响，而是实实在在改变了粒子的物理状态。从生命的角度看，观测者效应启示我们，生命作为观察者，参与并改变了宇宙的进程。没有生命的宇宙依然会演化，但由于有了无数生灵的注视，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变得被感知，其某些量子可能性在观察下成为现实。这让人不禁思考，是否正是因为有了观察者，宇宙才展现出我们所见的模样？生命和宇宙之间也许存在一种呼应。我们从宇宙中诞生，而我们对宇宙的观察又反过来塑造了对现实的体验。观测者效应还引出了一个更深的谜团：意识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难道一台没有知觉的测量仪器也能充当观察者？或者必须有智慧生命的参与才能让量子事件尘埃落定？这个问题超出了传统物理学的范畴，进入了哲学和科学交叉的领域。随着我们继续探索量子与生命的交汇，意识本身会成为下一个令人着迷的谜题。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微观粒子的本质时，量子场理论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图景：万物皆源自场，可以想象成弥漫在空间中的看不见的介质或能量海洋。每种基本粒子都对应一种量子场，当量子场在某处激发出一朵浪花，我们就观测到一个粒子，当浪花消散，粒子也就随之湮灭不见。从这个角度看，粒子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小球，而更像是量子场上激起的波纹。一石投入湖中会泛起涟漪，一束能量投入真空也能激发出粒子，这颠覆了我们对存在的传统理解。原来看似空无一物的真空，其实暗藏着翻腾不息的量子场，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涌现和湮灭的虚粒子表演。这沸腾的量子真空孕育了宇宙万物，也提供了生命赖以存在的舞台。量子场理论将整个宇宙紧密地连接为一体。由于场是无所不在且相互作用的，宇宙中再遥远的事物本质上也通过各种场关联着。我们的身体由电子场、夸克场的激发组成，同时也浸泡在电磁场、引力场等各种场的怀抱中。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众多量子场交响乐中的一个独特乐章。当你伸出手触摸身边的物体，其实是你体内的电子场与物体的电子场在相互排斥。当你沐浴阳光时，是来自太阳的电磁场震荡在滋养你的生命。生命并非孤立地漂浮在空荡荡的空间里，而是时时刻刻与遍布宇宙的场交换着能量和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各式各样的场赋予了物质以性质。例如无所不在的希格斯场让基本粒子获得质量，没有质量，电子就无法停留在原子周围，复杂的化学键也就不存在，更不可能孕育出生命。看似抽象的场，事实上对于生命的存在至关重要。这种视角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带来了新的启迪。首先，它告诉我们生命并没有什么脱离物理规律的神秘成分，构成生命的物质与构成无机世界的物质并无二致，都是量子场的激发态。生命之所以奇妙，源于这些激发形成了高度复杂、有序的信息结构和代谢过程。但归根结底，我们与星辰尘埃一样，都是宇宙量子场波涛中的一朵浪花。其次，量子场理论描绘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宇宙图景。生命与你周围的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在基本层面相连成整体。一株植物需要阳光、水和土壤中的元素才能存活，那是生命在汲取环境中场的滋养。人类离不开呼吸空气和摄取食物，我们身体的原子也不断与外界交换更新，这些都体现出生命与宇宙之场的不可分割。甚至有观点认为，意识本身也许是一种场的形式，尽管这仍是猜想。当我们以量子场的眼光审视生命，仿佛可以看到
生命不是一个孤立的谜团，而是宇宙织锦中闪光的一线花纹，与广袤的时空背景水乳交融。量子场理论的诗意之处在于，它将万物视作连续场的起伏，而生命则是在这起伏中涌现的乐章。在这样的图景下，生命的本质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宇宙自我涌现、自我体验的一部分。物理学家卡尔萨根曾说，我们都是星辰之子。从量子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都是量子场的儿女。生命正是宇宙量子场在特定条件下演奏出的一支曼妙乐曲。在我们探讨生命本质的旅程中，我们无法回避对一个问题的追问：意识从何而来？人类为何会有自我意识？又如何拥有自由意志去做选择？传统上，这被视为生物学和哲学的难题。然而，一些科学家开始大胆假设，量子物理也许与意识的产生存在某种关联。有一种观点称为量子意识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可能并非完全像经典计算机那样工作，而是在微观层面利用了量子效应。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就提出，或许意识产生于脑神经元内部一种叫微管的结构中发生的量子过程。他和麻醉科医生斯图尔特·哈莫罗夫合作提出，微管内的量子叠加态通过一种自发坍缩机制，产生了我们每一瞬间的主观体验。虽然这一假说备受争议，尚未被主流神经科学接受，但它激发了人们对意识起源的新思考。会不会正是因为脑中存在某些独特的量子现象，我们才能体验到颜色、疼痛等主观感受？如果意识只是经典物理的产物，只是一系列电化学反应的结果，那么主观体验的来源就很难解释清楚。而量子的随机性和非局部性或许能提供一个突破口。除了意识的产生，自由意志的问题同样引人深思。假如宇宙万事万物都严格遵循定律，如机器般演化，那么我们的每个决定其实早已隐含在先前的状态中，自由意志将只是错觉。然而量子力学引入了基本的随机性，粒子行为并非预先注定，而是有多种可能以不同概率发生。这种不确定性为物理世界加入了一丝自由度。有思想家据此推论，人类或许正是利用量子随机性，在大脑中生成不可预测的思维火花，从而打破命运的锁链。当然，随机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意志，但它至少为意志的自主腾出了一点空间。在量子层面，未来并非单一的轨迹，而是如前文所述，由概率云构成。这意味着我们在做选择时，并非沿着一条铁轨前行，而更像是在多条可能的路径中导航。如果人的意识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量子过程的走向，是否就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决定呢？这听起来近乎玄想，但也道出了自由意志与量子物理交织的深奥命题。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意识是量子作用的结果，或者自由意志依赖量子随机性。然而，量子力学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自然界并非铁板一块的命运机器，其中蕴含着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生命正是诞生于这种开放性的奇迹之中。从无机物到有机体，从无生命的分子到有知觉的心灵，或许正是踩在量子概率的肩膀上，迈过了一道看不见的门槛。无论最终意识的机制是否涉及量子，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量子物理学以它对不确定和可能性的拥抱，为我们理解生命和心灵提供了新的隐喻和框架。生命的本质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妙。当我们凝视那深不可测的量子幽谷时，仿佛也在凝视着自身心灵深处的奥秘。从波粒二象性的双重性到量子叠加的多重可能，从超距纠缠的神秘关联到观测者效应的哲学挑战，再到量子场的万物一体与量子意识的奇想，我们一路循着量子物理的足迹，重新审视了生命这个永恒的谜题。这趟旅程揭示出，生命并非孤立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宇宙的量子织锦之中。生命体现出物质与信息的双重特性，遵循着概率与不确定性的法则，却又能凝聚出有序与自我的火花。在量子物理学家的眼中，生命的本质也许正是在秩序与混沌、确定与随机的边缘起舞，既受物理定律支配，又拥有创造新可能的自由。当然，
关于生命本质的答案并不会因为几种量子理论就尘埃落定，正相反，每一个揭开的量子奥秘都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宏大的想象空间。也许生命的终极本质既要从细微的量子层面去探寻，也需在宏观的宇宙脉络中去把握。量子物理并未也不可能彻底解释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但它提供了一幅崭新的思想画架，让我们可以描绘出不同于传统的生命图景。借助量子的灵感，我们看到生命可以有多种面貌。它是一团跳动的波，与整个宇宙的场息息相通。它是一场奇妙的纠缠，将万物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一位参与创造现实的观察者，在不确定中寻找意义。在量子物理学家眼中，生命的本质是一场庄严而又瑰丽的量子舞蹈。微观粒子的无序跃动谱写出有机体的秩序协奏，概率的摇篮孕育出意识的火花，宇宙漫长岁月的量子涟漪最终汇聚成我们每一个生生不息的瞬间。或许我们仍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完全定义生命，但通过量子的视角，我们离这谜题又靠近了一步。当我们仰望星空，追问自己从何而来，将去向何方时，不妨记住，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宇宙在量子层面进行的一次奇妙尝试。每一个心跳，每一次思考，都与宇宙的基本律动相呼应。生命之谜仍在继续，但量子的故事为这谜题增添了绚丽的篇章，也将在未来指引我们走向更深入的发现。